是李峰，不过已经断气了。少商，少商，少商，我来了。我怕是回光返照的。你不是在寿春征战，就会在此处。这瞎子说的对，喜欢谁，睁开眼睛看见的便就是谁。我来晚了，还好你没事。我刚劝服马荣投诚半日，他便被彭坤安插的副将刺死。还真是巧了。那名副将明知寿春大势已去，为何还要对马荣下手？那人是彭坤一手提拔，对彭坤十分信重。听闻彭坤有意收他为义子。娄公子游历四方，知晓天下事，竟不知此人与彭坤关系匪浅吗？也是我一时疏忽，未曾发觉。我出征前还去过娄府，见过娄太傅，望你能随我一同出战。但娄太傅担心你的安危，便婉拒了。谁又曾想，娄兄又以身犯险，还在铜牛县立下了如此大功。不过是凑巧，去年我曾去过寿春，与这马荣也算得上认识，能说上几句话罢了。娄兄过谦了，能劝降一城守将，绝非几句话的事情。对了，娄兄可是也觉得这严中果真投敌了？那程氏将军与那2000金铜又在何处呢？这县城李逢作证，还能有假？更何况，这县衙书房中还有严中的悔过书。至于程将军嘛，我当真不知他的去向。妄生贪念，心中有愧。是严中笔记。看来严大人为一家老小考虑，一时行差踏错，也情有可原。好一个情有可原！难道世间只有他一人有情眷吗？好在并非人人都如他这般贪生怕死。那县丞李峰，不是就誓死不降，被关押在了衙门大牢吗？人放出来了吗？可不能让忠良寒心啊！哎呦，这两人事太多，原本马荣是要放人的，却不想他出了意外。林将军放心，我此刻便令人将人放出来。报，大人，不好了！县衙大牢突然着火，现火势已经控制住，但李县城的是李峰，不过已经断气了。少商，少商，少商，我来了。我怕是回光返照的。你不是在寿春征战，就会在此处。这瞎子说的对，喜欢谁，睁开眼睛看见的便就是谁。我来晚了，还好你没事。
知道疼啊？一个人就敢来闯战乱之地，都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，现如今还怕疼？说起阿父下落不明，全家人都入了狱，如今陈家只剩我一人了。我不想办法救家人，为父母洗刷冤屈，难道还要安心坐在家里等你来娶我不成？你都不知道，我这一路走得多么难，去监狱。你还笑？你都不知道我这一路多艰难，在牢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我生怕他们发现我身份之后把我给砍了，我也怕他们没有砍我，把我送回都城，到时候我救不了阿父，也见不了你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程家不是只剩你一个人，还有我呢。我是你未来的郎婿，自然也是程家人。你永远也不会死在孤军奋战，我会一直在你身后。你阿父便是我阿父。少商，我们一起查清铜牛之事的真相，救出你家人。现在说这么好听有什么用？出事的时候，你不是也不在吗？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对了，我在牢狱里也不是全无收获，我见到李芳了，他这个人很是古怪，说什么日后定会升官发财，等罗官重新收复铜牛县之后，更是可以吃香的喝辣的。什么人？我是来送这次火灾伤亡人员名册，怕打扰两位，便一直候在外面。已是打扰，你赶紧出去吧。程娘子可是因为与娄家误会，迁怒在下。若是如此，我替阿瑶向你赔罪。娄公子，此次火灾伤情怎么样了？医师们已尽力救治，但只有尹县城和3位小吏活下来。此次死者8人，包括李县城。火灾起因，我与2位梁秋小将军一同去查，是彭和安插在马蓉身边眼线所为。他们不服马蓉投诚便想同归于尽，待我们抓到人时，他们已畏罪自尽。好好安葬他们吧，待尹县城伤势好一些，让他再任县令一职。这段时日麻烦了公子了。
待娄公子回到都城，封赏，圣上自会安排。林将军谬赞了，比起将军，我做的微不足道。先告辞了。干什么？别老盯着人看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不是记挂于阿瑶退亲之事。我知晓，你只是怀疑他与铜牛一案有关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再这么着相，连罗奔都要看出来了。我的确是怀疑娄本。方才还未与你说完，在狱中的时候，李峰对自己被关一点都不担心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等朝廷兵马一到，马荣必定会投降。你的意思是，李峰知道娄奔要劝降马荣，且确定马荣一定会投降？不止如此，当时着火之时，人人都在呼喊，我当时也被烟熏得有一些神志不清，不过就听到李峰还在叫骂，说什么过河拆桥、杀人灭口。若不是与人勾结，何来杀人灭口一说？只是不知道我阿父在何处，是不是与此事有牵连？这娄奔很是精明，过去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可现在看来，我还是小觑了他的野心。要从他手里找证据，不会容易。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证据，找到我阿父。大人啊！将军，李县城也真是福薄，他自幼就无父无母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他的夫人也是个稳重的小子，我本以为有他照顾，李县城余生便安康了，谁曾想被那严中叛国所误。连个子女都不曾留下。严忠平日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严忠此人，说起来就是心高气傲，不通人情，更是不喜与世家子弟打交道。这平日里啊，衙役们为街坊做些事，街坊就算提着只老母鸡来答谢，要是被他瞧见了，也是要罚俸禄的。这么听起来，他并不是一个中立之人。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啊。之前他家中老母病重，他是典当家产，严请名医啊，将马车换成了牛车，他也不觉得寒碜。他驾着牛车依然坦然自若，若不是亲眼瞧见娄公子找到那8字忏悔书啊，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严大人会带着2000精铜投敌呀。说起来也是可惜，我尚未来得及见上李兄一面，就走了。李兄放心，你的家眷，我会带你照顾好。李夫人，红牛县是伤心地，你不如带些盘缠回家，你看可好？我也正有此打算。这些时日，我已经在变卖家宅了。既然孑然一身，不如回老家算了。
多谢大人关心。不是什么大人，李夫人是聪明，做的选择一定是对的。罗公子可真是个能人呐！若非他劝降马蓉，铜牛县怕是保不住了。他们为何要欲两千金铜出城？你们可知晓缘由？记得那日程将军与严忠两人以铜牛县与寿春匹敌，皆担心京铜安危为名，将铜押送出城，说是先送回都城。谁知这严忠将家眷一同带出城去，这显然是投敌去了嘛！哎呀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是谁告诉你这些的？李县城啊！咱们都跟了一天了，他不是在搬家，就是在变卖家财，看不出什么古怪来。走。去！不是，长官，就这么事。长官，让你听我说，这个真的是宝贝。行了，走。走。大家来帮我评评理，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理呀！我夫君才为铜牛县捐躯，他便欺负我这寡妇，竟然还想把我的宝贝讹去啊！你这什么宝贝？给你300钱已经是便宜你了。这可是我当亭长的军舅留下来的传家宝，怎么可能会不值钱呢？我夫君在狱中就反复的叮嘱我，让我留给一家老小。要不是我娘家距离此地有30里，我一剑赴到人家，身无分文回不去，我怎么可能舍得当掉呢？行，你快走。我一定要报官告你！你们看呐，他太欺负人了！李县城真是勤政爱民呐，可惜啊，此等好官，却老天不长眼。这字迹为何不一样？啊，这是严县令的字迹。他倒是会装模作样，演得一出好戏。你先下去吧。啊。你作何想？你看这县城规划图，严中鼓励农桑，兴办乡学。这儿要挖3条水渠，还要铺2条路，条条框框写得这么仔细。若真是想投敌的话，为何还要做这些规划？这李逢
定是怕别人起疑，才把严中的手书全部藏了起来。李夫人如此迂回地给我们线索，定是因为被人威胁。看来在这县衙之中，有他顾忌之人。他方才说，若非娘家距此地30里，他也不会当掉玉珏。30里，夫人脚程也就2日，为何需要这么多盘缠？李逢既是族人养大的，怎么会有当亭长的父亲？方才李夫人说留给一家老小，可我记得他并没有孩儿。30里。他的军就是亭长，我知晓了。阿霞飞，在。铜牛县外30里处的驿亭，给我搜。是。我们就在此处，不往前了。可都查清楚了，尸体都有何人6旬老妇1名，40左右妇人1名，不到10岁孩童1名，还有1名40岁成年男子。看服饰应该就是严中及其家眷，其余人应该也是30、40岁，不过因为时间太久，无法辨认身份。看装扮，是这次跟随程将军前往铜牛县的护卫。少商，少商，好了，你别看了，少商。我阿父在何处？我阿父在何处啊？少商，你们再仔细挖挖，这下面定还有人。少女君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人都在这儿了。少商，你好好想想，没有找到陈将军是好事。你阿父定还活着，他武艺高强，此时说不定正在某处疗伤呢。对，我阿父可能在某处疗伤，他还在等我去找他。我去找我阿父，立刻修书，将此事告知圣上。是。少商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只要能够查清铜牛一案的真相，一定能找到你阿父的线索。只有我没有找到的证据，听我说漏，让我去。少商，你现在这样找不到证据，你只会伤到你自己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如何冷静？我要如何冷静啊？我阿父如今生死未卜，我阿母、大母、堂子、阿兄们全部都入了狱了，随时都会死的。我要再找不到我阿父，可能来不及了。等真是来不及了。你放开我！
我比任何人都懂你此刻的心境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承受我当年的痛楚。少少，你有找到我阿福？还没有。那些尸首再次确认过了，确定没有陈叔父。一定有漏掉的地方。我去找我阿福，你让我去找我阿福。少女君，你可知少主公背了你走了好几个时辰，回来连口水都来不及喝。闭嘴，阿飞。我就。以后不会了。就如你同我所说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孤身奋战，也不是别无选择。我永远会在你身后，我也可以保护你。少少，其实我。真的很需要你。
家真是无上荣耀。娄太傅不愧为太子师，教导有方啊！哼，我怎么敢跟你左大人比呀？虽说是祖上从文，但却有武将的威风啊！你家吕娘能大闹长秋宫，你也敢跟凌不疑在御史台拳脚一战，令人佩服啊！万将军，你笑什么笑？我笑有人记吃不记打，听着些片面之词，就急哄哄地逼着圣上定罪。如今眼中满门背土，分明是不肯投敌，才惨遭毒手的忠良之事。当日与严忠一起离开桐油县的官员，只有程氏。严忠身死，李逢被杀，就是那下落不明的程氏最为可疑。而且那严忠的尸体还是程娘子发现的，谁知道他不是贼喊捉贼呀？你这是胡扯！我先帝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说不定就是那些歹人所害。圣上为替父亲洗刷冤屈，好不容易找到严忠尸体，你还给他泼脏水！可怜我兄弟一身正气，英勇报国，还要被一群混小子背后捅刀子。哎，万将军慎言，你怎么可以言辞如此粗鄙？哎呦！我就是粗鄙！哎呦！你松手！我们这些粗人武将，就是用真刀真枪，靠着一身伤拼下的赫赫战功，不像某些人，只会耍嘴皮子，构陷忠良，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血口喷人！你分明与那程氏臭味相投，所以才帮他说话。我从不血口喷人，我这人能动手，绝不动口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！哎！哎呦！哎呦！陛下，万将军把左大人的胳膊卸了。谢了。啊，写得好。这些御史整天的挑拨是非，恨不得把朕呀也天天的参上一本，好留得一个美名，名垂千史。朕要不是穿的这身龙袍啊，还真想出去啊踹他们一脚。陛下，那您不想见他们？不见，烦。去阿衡那儿。陛下，岳飞也说了，不见，烦。怎么说话的？你说说，这程娘子私造皇后潼关文牒，现在又赖在桐油县不肯回来。快点让十一郎别窝在桐油县了，赶紧带着程娘子回宫吧。我就不罚他了。你看看外面，就那些弹劾他的人，朕压着看着就来气。憋屈啊！朕这个皇帝当得憋屈啊！陛下，我要参观苏白，讨打同僚，不无朝纲。陛下，你可不能坐视不理呀！你看这，去，让他们滚进来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差一点就见不到陛下了。万松柏的参见陛下。左大人，莫要惊吓陛下，以免殿前失仪。是啊，
陛下明鉴，左大人自己摔倒，臣想扶他，谁知道他身子骨弱，我这一拉他就脱臼了。你胡说八道！哎，众位同袍可都瞧见了，松柏胡说了吗？下官亲眼所见，确如万大人所言，句句属实。不错，确实是如万大人所言。陛下，凌将军连夜送来信，言中全家被屠，这个城使真是，哎呦，丧心病狂啊！他非但盗窃2000金铜，更屠杀忠臣全家。臣以为应尽快将曲灵侯全家处斩，召程娘子回都城领罚。你是想再被卸只胳膊吗？陛下，陛下，左大人言之有理，不过如今战事刚了，诸位同僚甚为繁忙，唯独御史台清闲些，不如将程娘子带回都城的传令之事，劳烦左大人亲自跑一趟。我又不是内史官，为什么要上前线呢？朕以为袁侍郎所言有理呀。左大人，既然你如此的惦记陈家娘子，那就亲自接她回来吧。你跟子慎程娘子，都有缘分啊。缘分？不是有那么一些旧交情吗？就这么定了。陛下英明。还有啊，娄太傅那位贤侄也一并请回吧。功不可没，朕当论功行赏。陛下夸奖了，我那位侄儿素来喜欢游历，不过是交友甚广而已，全是凑巧，担不起陛下这般夸奖啊。铜牛县有炼铜厂，所以历任的县令呢，都将这城池浇筑的高厚坚实。若真要强攻，死伤必会不少。可是你这位贤侄呢，深谙纵横之道，此番不费一兵一卒，就把这铜牛县失而复得了，功不可没啊！有罪当罚，论功行赏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朕不会放过那居心叵测之辈，但是对忠良之士，已绝不辜负。此事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在意。是。诸位大人请。哎呦！都别给朕闲着，总不能什么事儿都让朕一个人担着吧？娄兄，在下曾在寿春与彭坤一战。彭坤虽狼子野心，但也并非贪生怕死之人。而在他麾下效力了10余年的副将马荣，也绝非等闲。不知当时娄兄是如何做到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劝降了马荣的？此话，我已和林将军说过了。我游历四方时，结识了马荣将军，算得上是故友，也便说得上几句话。其实是圣上贤德，才令得马荣投靠，天下归心。在下还听闻，那县令言中也有一位故友，而且还是位世家子弟。只不过那言中不希望被人说他向士族投诚服软，便掩盖了两人的交情。两人每每见面，还要避开众人。娄兄可知此事啊？